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今天这则是发生在日本，而且我必须说，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经历或故事或传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有说过我最喜欢看的日本恐怖片是哪一部？我记得说我有说过是诅咒嘛。那从一个深山当中一个村落的当地习俗而研发出的一场那种血腥风暴的那种灵异事件这样子。那其实但我说过我最喜欢这样的故事，对不对？没错，今天这则经历也跟诅咒有点类似哦。好，那至于这个人他碰到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我从来没有灵感，也没想过会在这种地方发文章，但上个月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差点因为一个木盒变成凶器，连我都差点见识到内脏被活活搅烂是什么样的画面。我取得所有当事人的同意，把这件事情完整的讲出来。先介绍人物，都用假名，我叫 A， 发文者完全没有灵感。 M， 我从初中就认识的死党，29岁，岛根某大神社世家的独子。 K， M 的女友。 S， 我们共同的朋友，那天闯祸的当事人。那天我们约好在我家集合后去喝酒， M 和 K 先到，我跟他们打电动等 S 突然打电话来，声音超兴奋，对不起，晚点到，那屋要拆了，扫除时挖到一个超好玩的拼图木盒，像卢比克立方体一样，超级难开，我带去给你们看吧。40分钟后， S 的车灯扫进了院子，就在车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M 整个人从沙发上弹起来，脸色惨白，冷汗直流。糟了，真的假的？爸爸今晚不在。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他声音都在抖。这次真的糟糕到爆了， S 带来的绝对是那个。 S 进房间后，一脸天真的拿出一个20公分见方的木盒，木盒完全由一堆小木块拼接成，没有钉子，没有缝隙，像极了高级拼图的玩具。他还得意地说，我跟家人玩了一下午都打不开。 M 的瞳孔开始放大，直接吼，别再碰了，千万别再碰了。下一秒冲进厕所，哇，吐得翻肠倒胃，吐的整个走廊都是酸味。 K 冲去帮他拍背，我跟 S 愣在原地，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10分钟后 M 回来，脸色跟尸体一样，手还在发抖，直接打给他爸神社的公司。爸，是直取箱，朋友拿来了。我怕我跟爷爷不一样，我做不到那种事。29岁的大男人对着电话哭得撕心裂肺，我第一次听到他哭。他爸爸只冷冷问了几句，符有没有贴？只有箱子吗？有没有附到人？附在哪里？最后一句是七宝吧，里面有三角形记号。 M 看了一眼盒底，哭着说，对，就是七宝。挂掉电话后， M 又大哭了整整2分钟，猛拍自己膝盖一下，像按下某个开关，眼泪瞬间停住。他盘腿坐下，眼神变得可怕的冷静。拿美工刀来。我说你要干嘛？不是要杀人，要帮 S 驱邪。然后他对我们3个大吼，谁都不准怕，怕就输了，我会保护你们，给我硬着头皮撑住。他先叫我狠狠掐他大腿内侧，掐到他整条腿发紫，接着用刀割自己的指尖和掌心，鲜血直流，把血淋淋的手指塞进 S 的嘴里。
吞下去，再恶心也给我吞下去。S 吓到失声，但还是咽了下去，眼泪狂掉。然后 M 开始用一种听起来像是古老童谣的调子唱助词，唱了5、6遍，像是跟什么东西对骂。最后一遍刚结束 ，S 一口把混着血的呕吐物全喷了出来，里面还带着黑黑的东西。M 大喊：“出来了，出来了 ！”S 没事了。接着他把血手盖在木盒上，又唱了一段更长、更低沉的咒语。唱到一半撑不住，又打给他爸爸，父子俩隔着电话一起唱。唱完后 ，M 直接瘫倒在地上，哭到像3岁小孩。他被 K 抱着哄了20分钟，我们4个也全哭到完全崩溃。哭完，他用浴巾把自己的手跟木盒死死绑在一起，说：“好了，去喝酒。”我们无言。骗你的啦，今天死都不可能喝了，送我回家吧。那晚之后 ，M 请了8天的假。第8天，我忍不住问他：“那到底是什么？” M 说：“那个叫直取香，是专门夺女人跟小孩的致命咒物，里面装的是被奸淫小孩的人子兼第1节脐带内脏血。一个小孩叫1宝，2个叫2宝，7个就是7宝。我们家神社从明治时代开始，就负责帮岛根某个特定集落处理这种箱子。管理簿上清清楚楚写着，那个7宝是1868年、1870年做出来的第一个。再后来，我们家4人加 S 全家加隔壁老爷爷开了一场5小时的真相说明会，真相比地狱还要黑。S 家所在的某集落在明治初年被某地压榨到活不下去，只能大量奸淫小孩。1860年代，隐岐岛农民暴动失败，一个不能透露名字跟我同姓的人逃到这个集落，他教村民做直取香当武器，把箱子送给仇家，所有女人小孩都会内脏搅烂吐血而死。村民还真的做了，短短2周内牺牲了4、5个小孩加1个女人，做出第一个7宝，送给当地最恶的地主。对方全家女人小孩真的在3天内吐血而死，吓到当场跪地求饶，从此再也不敢动集落。之后13年间，他们持续做箱子，最多时有16个，总共56个以上小孩的指头跟脐带都被封进去了。最后因为一个11岁男孩偷拿新做的7宝回家，导致自己家的女人小孩全死光后，村民才怕到崩溃。他们跑去 M 家神社的祖先求救， M 家祖先说太强了，无法立刻全部净化，得用100年时间慢慢稀释。于是定下规矩，每班3到4户轮流保管一个箱子，保管期间绝对不让女人小孩靠近，每隔110年到140年送去 M 神社家处理。谁敢逃，就等于把下一个箱子的诅咒放到自己家。结果负责监视 S 家的老爷爷因为太害怕了，偷偷把箱子留在 S 家的那屋，装作没这回事，差点害死 S。那天 M 进化的正是第一个7宝，也是最强的那个，现在还剩2个7宝。M 说：“看来得由我来收拾了。”然后他看着我，轻轻说了一句：“做第一个箱子的那个人跟你同姓，你的祖先好像也是从隐岐逃来的哦。”我听完鸡皮疙瘩掉满地，回家翻族谱，果然父亲那边有隐岐逃亡的模糊记载。故事到这边结束，我们4个现在到半夜还会下棋。M 每天认真学绳子，说要准备接下来的2个箱子。S 亲眼看着那个木盒被 M 的爸爸火化加净化，骨灰撒进了大海。我就问一句：你们有没有听过直取的香、7宝、8开之类的乡野传说呢？或是明治初年隐岐暴动逃犯的相关资料？如果有，麻烦告诉我，我很想知道我自己的血里到底有没有留着那个人的东西。好，介绍完这个经历，其实我必须说，它原本非常非常的长，但是我把它稍微的给它缩短浓缩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故事长到我必须说了，它的介绍我觉得有点混乱，所以说我把它重新整理过。好，
没错，那这个地方有说到直取的香，那直取香其实也做过介绍了嘛，那就是小孩的一些东西放进去。那又讲到一个名词叫奸淫，奸淫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像我们怎么讲堕胎，就是我们在日本在讲那个在种田的时候，奸淫就是像说把那个稻割起来啊等等之类，取走它的幼苗。那或是割草，那只要是用在小孩身上的话，就是这个小孩没有长大，就把它去除掉，有可能是送人，有可能是杀掉，那有可能是用很残忍的方式把它弄死等等之类。因为早期的堕胎技术没有像现在发达，有可能就是小孩子生出来，然后让它流掉。所以说我之前有去拍过什么 Q 比的家，那个就是有时候真的生出来的话，就是让水流掉它，然后在那个神社供奉他们的灵体这样之类，其实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仪式。然后奸淫这些小孩就是送给这些像说这个要做那个直取香的村落集落，你去把他们杀害，去把它放在那边。其实说真的，这样真的是好恐怖对啊。那今天这则恐怖怪谈，假如给我评分的话，我评几分呢？讲，满分5颗。这是我最喜欢的故事内容，没有之一。对，因为我最喜欢这种在深山极落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文化习俗。台湾有没有记得说原住民的村落好像有，但是说真的比较没有听过，只会听他们说哪些地方是禁地，哪些地方你不能去这样子。假如你有一些原住民的像说这种很特殊的恐怖习俗的话，留言告诉我好吗？好 ，OK， 我是够上启明，那今天的恐怖怪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咿呀嚓嚓。